这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，人家替他提了一个外号，叫做角编辑。从前的小报畅言无忌，对个人隐私或显或隐的尽量揭露，京报常有惊人的消息，所以销数日广，达到数万。于大雄这人工于心计，表面上从不暴露轻狂嚣张的姿态，他又善于理财，常常为了一篇揭露社会名流的稿件敲上一笔竹杠，数目不大是不要的，尤其是贩卖烟土或是走私方面的著名人物，给他按月发津贴，因此他早已成为一个殷富的报人。他因精通日文，早和日本人拉上关系，待到813炮声一响，若干报纸都停顿下来，他就潜入新亚大酒店，替日本人做工作。这是日本军部方面红极一时的文人。常玉清是个粗人，既不会写，又不会讲日本话，一切要靠于大雄传译。因为利益上的冲突，常玉清对于早已怀恨在心。一天晚上，常玉清的徒弟用一把小斧头，就在新亚大酒店的浴室里把于大雄砍死了。这是上海人在战争期间第一次听到的新闻，足见当时汉奸之间相处也是很不容易的。繁盛地区人头高悬，本来日本人蓄意培养许多文人，由庚子赔款中拨出一笔很大的数目，在上海开设一间大规模的同文书院。庚子赔款的数目极大，由于清朝在庚子事变中战败，被迫订立城下之盟，每年赔款给八国联军的各个国家，由海关的关税中拨付，从来不曾中断。后来美国首先提议用这笔款项创办清华学校、协和医院等，接着英国、法国也把赔款拨作各项文化事业。日本人把赔款用作侵略性的各种文化设施，如同文书院之类。照例来讲，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个个都是日本栽培而成的亲日分子，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，只有一部分愿当日本人的翻译，或在日本商行中做职员，大多数尝够了日本人苛刻相待的滋味，竟一变而成抗日分子。国军退出淞沪区后，日本人对租界当局还相当尊重，轻易也不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，所以租界上的华文报纸论调始终是坚决抗日，对汉奸毫不留情的大张挞伐，因此报纸的销数就越来越大。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，名叫《新申报》，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，一张是《新闻报》，另一张是《申报》，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，名为《新申报》。可是销路不出虹口，初期在租界上是买不到的，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，硬销一份而已。这时节，《新闻报》、《申报》的态度虽然反日，但并不激烈，倒是无数晚报每天一到下午4时，各种极刺激的红色头条新闻，不是说国军如何英勇，就是说日军如何惨败，震撼人心，力量极大。当时最激烈的一张晚报叫做《大美晚报》，其次是《社会夜报》等。社会夜报的编辑方式是信口开河，所以上海人叫它野鸡报，主办人叫蔡调图，是上海浦东周浦人。他虽说是文人，事实上却是一个文盲，整天和许多歹徒混在一起，谈吐粗俗，行动乖张。我本来不认识他，仅不过知道他的名字而已。我行医为业，各阶层的人都有相识。当时上海有一个女相士，叫做林清女士，姿容娟秀，谈吐文雅，
但是身体瘦弱，常请我去看病。我总在出诊将完之时，最后才去林清家中。他家地处3马路，今汉口路，是交通的中心，加上他好客，交往的都是一时的名士。我到他家中，他总是请我在烟铺上坐下。虽然我不会吸鸦片，但是几位老师都有瓷皮，所以横在榻上一躺，谈话时觉得极为舒服。一天，我正躺着与名画家交谈，忽然进来一个粗鲁人物，林清的母亲开口就说：“杀头的，你又来做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今天囊无分文，要问林清借20块钱。”于是林清的母亲声声叫着：“杀头的，你来总没有好事。”一面骂一面把钱给了他，但这个杀头的并不就走，还提起电话叫了一碟蛋炒饭，巨案大嚼。那个杀头的吃饱了之后，林清为我介绍，这位就是蔡调图。我母亲说他这个杀头的将来总不得好死。我微微一笑，由此开始就认识此人。隔了不过10天，蔡调图到我诊所来，我问他有何见教。他说今天实在经济困难，社会夜报连买白报纸的钱都没有，想来想去，你一定肯帮忙。我说也好，我借20块钱给你。他眼睛一瞪，面上横肉都暴露出来，说：“社会夜报销数成万，你想拿念之阳，互与之20元来打倒我？”我一看形势不对，便说：“不问你白报纸要多少，我把今天诊金收入分一半给你。”他一听这话，形势才缓和下来，拿了钱就走。隔不上3天，他竟然又在我门诊将毕时等在候诊室中。我心想长此以往不胜其扰，便对他说：“今天再给你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我的隔壁就是老闸补房，探长尤阿根曾经告诉我，要是有人来滋扰，只要打电话给他便是。”蔡调图一听见尤阿根3字，顿时默不出声，接过我给他的20块钱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再也不来了，但请你在尤阿根面前不要提起这件事。”从此我就不曾再见过他。蔡调图办的《社会夜报》仍然每晚出版，头条新闻很够刺激，但是10之8九出于虚构，不是骂上海名流私通敌人，就是说日军败绩。虽然多数出于杜撰，但是有时也有些真实新闻，别的报纸不敢登，而他竟然全部刊出。